丈夫夹起盘里的一块牛肉，下一秒却将它扔到了酒杯中。孩子笑了，连妻子也投来异样的目光，都30岁的人了还老不正经。可丈夫的眼神却凝重了起来。就在早上送儿子上学时，他甚至连系鞋带都感到吃力。妻子安慰他，应该是工作太过劳累，休息一晚就没事了。然而到了第二天一早，丹妮不仅丧失了行动能力，甚至连开口说话都十分艰难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丹妮来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在等待结果的时候，她反复地跟医生强调自己应该没什么大碍，因为从小到大她都很少生病。丹妮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，却发现如此简单的动作自己都无法做到，这让丹妮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医生为了确认自己的推断，又给丹妮做了腰椎穿刺。很快结果出来了，丹妮患上的是多发性硬化症，这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。通俗来讲，就是免疫系统发生病变，攻击了保护大脑的某个神经末橇，从而让神经造成短路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患者只会感到轻度的运动障碍，可伴随时间的推移，患者会逐渐丧失触觉，然后失明偏瘫，最严重的甚至全身瘫痪。而且针对于这种疾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，仅仅是在欧洲就有超过50万人会有多发性硬化症，他们被误解、被歧视，甚至很多人都在孤独和抑郁中度过余生。面对病魔的困扰，最可怕的不是走不出100米的魔咒，而是自己选择放弃。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，世纪逆转人生后最感人励志电影。我个人强烈建议大家耐心看完它，这会让你拥有在绝境中逢生的勇气。好了，咱们继续接着观看。丹妮认为医生简直是在胡扯气的转身离开了医院。可当妻子发现丹妮一身酒气的回到家里，她便知道丈夫已经认可了医生的诊断。但此时的丹妮无比消极，不仅对着妻子大呼小叫，还冲着自己讨厌的岳父满口脏话。可尽管如此，却没有人怪罪他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老丈人可谓是操碎了心，看着前面一蹶不振的女婿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赶紧冲上去。作为一个老丈人，对女婿的训话是这样的。可丹妮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庆幸岳父还把自己当作正常人看待。第二天，丹妮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，当轮到自己发言的时候，她的硬化症再次复发。丹妮像个木头一样站在众人面前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住进医院的她逐渐接受了现实，她将日历上的工作备注全部删除，然后积极地去参加康复训练。可当她看到正在训练的病友们，却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一个消极的病友告诉她，慢慢习惯就好了，因为无论你怎样努力，到了最后连走出100米都是奢望。这让刚刚看到希望的丹妮瞬间又被打回谷底。出院后的丹妮将自己关在卧室里，1个月的时间过去，她对所有的事情都漠不关心，直到妻子的分娩才将她拽回现实。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，丹妮似乎又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。这天，她看到一个100米赛跑的视频，然后便觉得100米也并不是很远。可当她来到街上，却再次复发。好在妻子及时赶到了这里。为了安全着想，丹妮来到健身馆跑步训练。日复一日的锻炼让她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。这天，丹妮刚刚训练完，就被一张海报吸引了注意，上面的内容却是铁人3项游泳3.8公里，骑行180公里和马拉松42公里。这是一个连正常人都很难完成的挑战。回到家的丹妮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挑战铁人3项。听到丹妮打算参加铁人3项，妻子简直不敢相信，一个正常人都很难完成的挑战，更何况是一个重病患者。丹妮却说，最美好的回忆都来自最疯狂的想法。他不想在最后的时光才去悔恨自己没有付出过。看到丹妮如此坚决，妻子最终同意了，但却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让运动员出身的父亲指导丹妮训练。可谁能想到，岳父的第一项训练却是让丹妮徒手挖菜，还要把所有田地翻新一遍。为此，他跟岳父大吵一架，这哪里是在训练我，分明是让我帮你免费干活。可即便这样，丹妮还是完成了所有的训练。到了第二天，岳父拿了几袋农作物，并让他蒙上眼睛去判断摸到的是什么。很明显全都猜错，而接下来的训练让丹妮更加无语。在沙滩上锻炼走直线和小朋友才会玩的2人3组，丹妮完全不理解训练这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直到这天，丹妮在一个箱子里无意间发现了岳父的奖杯。原来岳父在年轻的时候曾是环法自由车赛的领先者，他觉得这简直酷毙了。这天晚上2个人聊了很多话题，丹妮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一直讨厌的岳父也并不是那么不近人情。开怀大笑的2人都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成见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丹妮却突然静止不动。Tranquilo, que me dan ambulanciados, ya. Manolo, que me dan un brote en el dedo, en un dedo de la mano. Mira cómo se ha olvidado. Mira. Váyalo. Se lo lleva a tu casa. Hijo de puta. Y lo saca 4 veces al día. 从这天起，丹妮选择无条件的相信岳父。
他慢慢发现，原来锄地是为了锻炼他的握力，猜东西是为了锻炼触觉，而沙滩上的训练则是锻炼他的平衡能力。曾经所有的不理解，原来都是岳父的良苦用心。丹尼开始更加努力，日复一日的训练，让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。这天，岳父因为拉到了赞助，兴致勃勃地来找丹尼，可此时的丹尼却坐在海水里一动不动。没错，他的硬化症再次复发了。丹尼被岳父用力地拖上岸，因为他全身的肌肉已经不听使唤，这一次比以往的更加严重。丹尼的整个右半身都瘫痪了，长久以来的努力崩溃一溃，他再次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。可尽管如此，岳父仍旧没有放弃丹尼。他告诉丹尼，既然今年无法参加比赛，那就选择明年。重拾信心的丹尼选择直面困难，他努力让身体恢复知觉。仅仅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就再次打破了100米的魔咒，在沙滩上跑步，在田野中骑行。1年的时间很快过去，他终于恢复到复发前的水准。来到三铁的比赛现场，岳父告诉丹尼，你可能热成狗，也可能冻成雕，但唯有放弃不是你的选项。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，参赛者要在17个小时内完成所有挑战才算过关。游泳 3.8 公里，骑行180公里，马拉松42公里。对丹尼来说，每一个项目都是巨大的挑战。伴随着倒计时开始，几百名参赛者纷纷冲向大海。与其他参赛者不同，丹尼不仅要关心体力的分配，还要担心自己的病症会不会复发。他的速度很慢，直到1个半小时过去，他才踉跄地回到起点。可尽管如此，他也已经战胜了很多正常人。接下来是骑行180公里，丹尼的体力出现了透支，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。好在丹尼坚持了下来。此时的时间已经过半，只剩下最后的马拉松42公里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丹尼已经上气不接下气。可当他看到一个参赛者放弃比赛，回想起岳父对他说过的话，这更加激励他坚持下去。只剩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。看着无数人已经完成挑战，丹尼的家人也更加担忧。在还剩不到9分钟的时候，主办方已经开始收拾东西。岳父冲上前去理论，可对方却说已经没有参赛者了。妻子担忧地看向倒计时，只剩不到4分钟的时间，也许丈夫早已经放弃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跑道的尽头有个人影出现。没错，这正是丹尼。此时的他距离终点只剩不到100米的距离。妻子赶忙冲上前去扶住了丹尼。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，丹尼终于完成了挑战。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。身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，丹尼在此后又分别完成了1次铁人3项、4次马拉松、8次奥运铁人3项、5次半程铁人赛和16个半程马拉松。而在这期间的3年时间里，丹尼一次都没有复发过。病魔降临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失去了挑战他的决心。或许你缺少一个不抛弃你的岳父，但这不是你不做一个好老公的理由。善待自己，爱惜家人，任何病痛都将成为我们登顶成功的垫脚石。